祝天下学子高考超常发挥，考出一个四锦未来。等你们这几天高考结束，耳根家更为你们喝彩。第829集鬼体吞声，苍穹被一双无形大手直接撕裂，随着怒吼的回荡，从那苍穹裂口中，巨鬼王的身影蓦然走出。他不是一个人，在他的身边，吴长恭，还有白家老祖以及陈家老祖，这二人显然已经被巨鬼王彻底收服，一同前来。甚至他们的身后更有6位半步天人，可以说这都是巨鬼城的底蕴之力。眼下倾巢而出，甚至在更后方还有数万魂修大军。巨鬼王之前寻找红尘女，他虽是半神，可毕竟只是一个人，于是在那寻找中也安排了巨鬼城的麾下一同寻找。而之前从白小纯这里爆出的巨响，同样也吸引了巨鬼王的注意，这才急速赶来。他性格谨慎，哪怕认为自己一人足矣，可还是顺带着将他的那些麾下也都用神通术法召集到了身边。此刻随着降临，天地轰鸣，半神威压，在这一刻惊天动地，甚至仅仅是刹那，就在这四方传来了好似镜面碎裂的声音。肉眼可见的，这天地内居然浮现出了一层半透明的光幕，这光幕上一道道裂缝此刻正快速蔓延。眨眼间，裂缝密密麻麻，直接使得这光幕崩溃碎裂。这光幕正是公孙婉的封印。此刻碎裂的瞬间，白小纯全身莫名一松，好似解开了某种枷锁，让他精神不由振奋起来。但就在白小纯这里激动的瞬间，公孙婉面色虽凝重，可目中却有贪婪之芒，舌头更是舔了舔嘴唇，仿佛看到了美食一样。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公孙婉声音越发诡异，在传出的刹那，竟猛地直奔巨鬼王而去。白小纯倒吸口气，眼看着公孙婉居然在半神面前都敢主动出手，他顿时脑海嗡的一声，方才升起的希望在这一瞬强烈的摇晃起来。岳父小心，此人诡异，吞人而强！白小纯立刻高呼。巨鬼王眯起双眼，心底怒意无限。他看到了自己女儿的昏迷以及重创，也看到了白小纯那里的保护，这让他在心底怒火燃烧的同时，也有欣慰。只是他现在不能分心，在进入此地的瞬间，他就立刻感受到了公孙婉身上那看似不是很强的波动中，居然有一丝让他也都心悸的气息。不管你是哪一位大能的分魂，是这片天地的也好，外来降临的也罢，此地都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巨鬼王话语一出，每一个字竟都化作了一道符文，形成了天雷，轰鸣间降临在了公孙婉的四周。与此同时，巨鬼王更是向前一步走出，右手抬起时，天昏地暗，苍穹中竟伸出了一只巨大的鬼手，好似要灭世一样，直奔公孙婉，封印八方，鬼森森而去。这气势之强，远超天人，直接就让这片世界都颤抖了一下。如果说天人是将自己的意志融入天地，取代天意的话，那么半神就是凌驾于天意之上，操控天意，能把日月换新天。轰轰之声刹那让八方巨震，那一道道雷霆，每一道都可轰杀天人。此刻数十道齐齐落下，直奔公孙婉。可诡异的是，公孙婉竟毫不闪躲，任由那些天雷轰下，全身几乎要崩溃的瞬间，巨大的鬼手蓦然降临，向着公孙婉那里一把抓住，狠狠一捏。轰的一声，公孙婉的身躯竟在这一抓之下四分五裂，彻底崩溃。这一幕让白小纯睁大了眼，倒吸口气。他不是没看到过半神出手，可这一次却是亲身经历，感受深刻太多。这就是半神只是一击，甚至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动用什么杀手锏，就可以将一个天人直接瞬杀。只是白小纯还是觉得这一切似乎也太简单了。那公孙婉如果就这么点本事，仿佛有些不大可能。就在白小纯这里迟疑时，巨鬼王忽然面色一变，目中露出精芒。只见那捏碎了公孙婉的巨大鬼手，此刻竟瞬间在那手臂上出现了一条条红色的肉筋。这些肉筋似在那鬼手内部滋生，眨眼间就覆盖庞大的鬼手全部区域。随着蠕动，这鬼手竟肉眼可见的急速枯萎。大胆！巨鬼王低吼一声，掐诀一指，顿时那巨大的鬼手轰然自爆，形成了一股滔天风暴，席卷八方时，有咯咯的笑声从那鬼手自爆的地方传出。公孙婉装扮成白小纯的样子，竟从那里毫发无损的出现，不但没有受伤，甚至其面孔还红润了不少，目中的贪婪更多。舔着嘴唇时，其诡异的声音忽远忽近的回荡四方。终于小饱了一下，鬼体吞声法，你到底是谁？巨鬼王内心咯噔一声，面色极为难看，甚至其目中首次的出现了惊恐之意，似乎隐隐猜到了什么，无法置信的一字一字开口。他这句话一出，公孙婉似有些诧异，仔细看了看巨鬼王后，目中一下子漆黑深邃无比，但刹那就消失，脸上笑容重又浮现。你修炼的居然是残缺版的鬼体吞声，有意思哥哥。莫非本尊那里还有什么我不知晓的秘密？公孙婉掩口一笑，只是那目中的贪婪似乎更多了一些。巨鬼王神色陡然大变，呼吸都跟着有些不稳，显然公孙婉的话语内所说的内容
让他那里心神强烈波动。巨鬼诀的秘密，代代只在王位交替时口传，外人绝不知晓。实际上，巨鬼诀是在很多年前，第一代巨鬼王通过一枚来自天外的残破玉片上的残缺记录创造出来，所以才会有致命破绽。可同样的，这巨鬼诀的强悍，也在魁皇朝中开辟出了巨鬼王这一脉王位。至于我是谁，我当然是白小纯了。公孙婉笑声回荡，身体一晃，竟再次冲向巨鬼王。而他们之间的话语，就算是四周的那些巨鬼王的麾下，也都听得很是迷糊，根本就不清楚这里面到底蕴含了什么。但无论怎么看，这显然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同时，公孙婉的强悍也让众人全部吸气心惊。可白小纯却是内心狂震，思绪翻腾。他虽也没太听懂，可他曾经就猜测过，那小女孩出现在陨剑深渊内，那把剑传说来自天外，天外之人。还有他说的什么本尊白小纯眼睛睁大，心脏咚咚的狂跳。他隐隐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小女孩的确来自天外，她不是完整，而是某个天外的超级强者的分魂。这个想法让白小纯也都觉得吃惊震撼。他立刻就明白，之前公孙婉儿与自己以及红尘女的出手，根本就没有动用全力，他那是在钓鱼。想到这里，白小纯没来由的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的抬起头看向天空，似想要看看那天外到底有什么似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巨鬼王双手猛地抬起，向着四周狠狠一挥，都散开，不得靠近此地。随着巨鬼王的话语，随着他的出手，立刻一股风暴轰隆隆的扩散，推动众人全部后退很远。白小纯这里更是被重点照顾，推得更远。紧接着，巨鬼王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他右脚抬起，猛地一脚踏向大地，整个大地顿时爆发出天雷般的巨响。在这巨响下，巨鬼王的身体竟突然间膨胀起来，轰轰之声回荡天地时，巨鬼王的身体竟从之前的常人大小瞬间攀升10丈、100丈、1000丈，最终竟达到了5000丈。到了这个高度后，他已经化身成为了一尊巨人，更是在其身体外，好似有一层漩涡，吞噬来自八方的一切天地之力。与此同时，他的面孔化作青色，獠牙伸出，他的头顶竟长出了2根弯曲的角，身体也同样成为了青色，整个人竟化作了与城池内其雕像一样的巨鬼。而他的气势也在这一刻不断的爆发，让苍穹颤抖，让大地轰鸣，甚至无数闪电在其身体上游走，仿佛要撑破这片世界。更为惊人的是，在他气势达到巅峰的刹那，似乎触及到了苍穹的某种禁锢，居然在苍穹中出现了一片复杂到了极致的禁制符文。这符文血色无限之大，好似覆盖整个苍穹，透出沧桑古老之意，如同他们就是这世界的终极防护。也正是有他们在，才使得这片世界坚固无比。第830集，他不是白小纯。在苍穹出现禁制封印的刹那，巨鬼王大吼一声，全身修为爆发到了极致，展开的更是他的杀手锏——巨鬼灭世。巨鬼王大吼中，双手抬起时，赫然在他那庞大的身躯双手之间，竟出现了一轮黑色的太阳。那太阳内蕴含了似能毁灭天地的恐怖之力，此力之强，别说是天人了，就算是半神也都要吸气，感到惊心动魄。而此刻，巨鬼王似拼了一切，根本就不在意这一击对这片世界造成的影响。似乎在他看来，眼前这个诡异之敌，若是不灭，其造成的后果之可怕，将远超自己杀手锏形成的灭世。白小纯口干舌燥，心底不断的掀起大浪。巨鬼王的这神通，其惊人的程度已经无法去形容。那巨大的身躯内散发出的气息，让白小纯只是略微感受，就立刻好似置身怒海狂澜之中，更不用说其双手间的黑色太阳。在看到这黑色太阳的刹那，白小纯好似看到了无尽的焦土、无尽的凄凉以及无尽的死亡。一旦落下，白小纯不知道这片大地会如何，但在他感受来，怕是小半个蛮荒都要成为废墟。这怎么会这样？白小纯面色苍白，被巨鬼王这突然的爆发给震懵了，此刻心神狂跳，他赶紧开口，向着巨鬼王传音：“王爷，小心他自爆后化作血影，吞噬众生。”巨鬼王似乎没有听到，可目中深处却是一闪。公孙婉儿也吸了口气，他的神色更为凝重。不愧是半神，短短的时间竟找到了我如今唯一的破绽吗？公孙婉儿瞳孔收缩，只是目内那贪婪之意却是比往常都要强烈了无数倍，发出一声尖锐之音，身体竟一跃而去。掐诀中，竟在他抬起的右手上出现了一个旋转的黑洞。我是不灭之魂，无人能将我灭杀。一切神通，一切众生，都是我成长的养分，我将越战越强。而想要杀我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在这吸收中生生的撑爆。可以，那么就看看是你能用这个破绽将我斩杀，还是我反过来借你抹去我这最后的破绽。公孙婉儿鬼魅一笑，在巨鬼王推动那黑色太阳来临时，身体蓦然冲出。白小纯亲眼目睹公孙婉儿的身体在眨眼间就直接轰在了那黑色太阳上，巨响滔天，双方一大一小，可在碰触的一瞬，
那黑色的太阳其内爆发的所有毁灭之力，竟被公孙婉儿右手上的漩涡悍然吞噬。随着吞噬，公孙婉儿身体不住的颤抖，不断的后退，可目中的一芒却是越发闪耀，无穷的毁灭之力顺着那漩涡直奔他体内而来。这一幕被巨鬼王看到，他表面上是神色一变，可暗中却是冷笑，双手猛地一挥：“你既然喜欢吸，那么本王就让你吸个够！”随着巨鬼王的沉声大喝，他竟推动双手间的黑色太阳，向着公孙婉儿再次暗去。甚至在暗去的过程中，他那庞大的身躯竟不断的滋生黑气，持续散出，融入黑色太阳里，而其身体也正在急速的缩小。似乎这太阳之力，他觉得还不够，此刻不惜损耗自身，也要将这黑色太阳加持到巅峰的程度。轰轰之声让天地失色，风云逆转，四周所有人都一个个面色苍白，急速后退，而白小纯也是飞速退后。没有人敢去靠近，只能远远的看到巨鬼王的身体越来越小，而那黑色的太阳则是越来越大。眨眼间，这太阳就达到了数千丈，而巨鬼王的身体则是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推动此太阳轰向公孙婉儿。公孙婉儿发出凄厉尖笑，他的身体不断的膨胀中，更是充斥了大量的毁灭之力，甚至在这对抗中，已经都无法保持装扮出的白小纯的模样。肉眼可见的，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缝，这裂缝很快就扩散全身，眨眼间他的身体就好似要碎裂的镜子一样，最终咔嚓的一声，从面部开始碎裂。在这碎裂下，他那装扮成白小纯模样的身躯彻底爆开，随着爆开，显露出在众人面前的赫然不再是男子，而是成为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这女子白皙动人，只是目中有阴冷之色，而若仔细去看，她幽深的瞳孔内竟还有着一个小瞳孔。这一幕顿时就让四周众人齐齐瞪大了眼睛，更是纷纷吸气。她不是白小纯，此人是谁？而此刻，红尘女也苏醒过来，看到这一切后，面色大变，实在是公孙婉儿的诡异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只有白小纯这里，此刻紧张中死死地盯着公孙婉儿，也只有他明白，众人眼前看到的依旧不是对方的真身。就在这时，轰鸣声又一次撼动天地，那数千丈的黑色太阳此刻疯狂的缩小，随着缩小，竟是巨鬼王主动的去将其内的毁灭之力全部送给公孙婉儿，去让他吸收，甚至他不吸收都不行。直至这黑色太阳缩小到了1300丈时，公孙婉儿如吹气般膨胀的女子之身在震，很快的，她的脸上、脖子、身体上就又一次的出现了碎裂，这碎裂在咔咔声下快速蔓延，直至覆盖了全身后，在公孙婉儿的一声凄厉嘶吼下，轰的一声，他的身体竟第二次的崩溃。随着崩溃，赫然从那寸寸碎裂的身躯中出现了一个穿着红色长袍、面色苍白、没有丝毫血色的小女孩。这小女孩刚一出现，整个天地、整个世界都瞬间冰寒了一些，尤其是她所在之处的这片范围更是如此。大地冰封中，众人一个个都颤抖哆嗦，可这寒冷依旧难以压制他们如今的骇然。竟还有躯体，他是谁？白小纯头皮像被针扎了似的，喘息不稳。他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小女孩的身影，陨进深渊内的一幕幕，至今还可浮现在眼前。就在这时，巨鬼王目中露出金芒，双手猛地掐诀，立刻那1200丈的黑色太阳竟瞬间轰鸣，好似爆发一般，在这半空中全部灌入小女孩的身体中。小女孩气息粗重而急促，目中露出彻骨的阴冷，口中发出一声足以让所有人的魂魄都颤抖的厉笑。她的身体更是刹那间竟第3次出现了裂缝，这裂缝随着黑色太阳的缩小越来越多，很快的，黑色太阳就只剩下了500丈、400丈、300丈，直至100丈、50丈。在最终10丈的刹那，巨鬼王一声大吼，将余下的黑色太阳直接就轰在了小女孩的身躯上。小女孩全身震颤，布满了裂缝的身体在这一刹那骤然崩溃。随着崩溃，居然有一片好似鲜血般的赤影从小女孩碎裂的身体中猛地就爆发出来，随着出现，一股惊天动地的邪恶气息直接就滔天而起，向外不断的膨胀扩散，好似将这里化作血海。巨鬼王首当其冲，以其半神修为，居然也都喷出一口鲜血。身体蓦然倒退时，他的口中传出低吼：“都散开！”可那赤色的血海的扩散比他的声音要快，哪怕之前众人都已经退得很远了，可依旧还是在眨眼间，这血海就覆盖八方，将四周不少魂修都笼罩在内。猛地一息顿时，这血海范围内的所有魂修，不管是什么修为，都在这一刻身体狂震，肉眼可见的成为了干尸。他们的生机、修为、魂魄都在这一瞬被那血海吸走，而这血海还在翻滚，还在扩散。白小纯气息一滞，他本就距离很远，更是时刻警惕，几乎在血海出现的刹那，他就爆发全速，疾驰后退，避开了血海的覆盖。可他心神中的颤抖却是更为强烈，半神都打不死他。白小纯惶然中，内心哀嚎，
他也不知道这女鬼为什么盯上了自己，这都好几次了。在白小纯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尤其是仔细去分析的话，他似乎还对这小女孩有恩才对。恩将仇报。白小纯眼看着血海内的众人成为干尸，里面就有白家的那位天然老祖，使得他颤抖中再次后退。四周与他一样后退的也有不少，一个个都心神震撼，惊恐到了极致。就在众人后退，血海翻滚时，那片血海中瞬间就浮现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正是那个小女孩。她咧嘴一笑，看向半空中面色阴沉的巨鬼王。你说了。这声音诡异，好似众人在一起说话，蕴含了男女老幼无数人集合在一起的声音。是吗？巨鬼王忽然一笑。第831集，强者齐聚。巨鬼王的老谋深算，从其当年与巨鬼城的3大家族玩的那出游戏就可看出一二。白小纯此刻也是心存疑惑中，在这后退时不断的打量战场上的一幕幕。他也不相信巨鬼王会真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这巨鬼老哥，一向老奸巨猾的白小纯紧张的念叨着，他恨不能巨鬼王的算计再深一些，不然的话，白小纯真的觉得这一次自己小命要丢了。就在白小纯这里内心患得患失的时候，巨鬼王淡淡开口，声音回荡八方：现在的你还有那种诡异的速度吗？在巨鬼王话语传出的瞬间，小女孩双目收缩，神色蓦然变化起来。她吸收了巨鬼王那黑色太阳的全部之力，崩溃了一层层身躯，最终将那黑色太阳吞噬。可连带着在这黑色太阳的磅礴之力下，她短时间无法将其完全融合，也就使得原本轻盈的她变得沉重起来。尤其是如今化作这片血海的状态后，她更是如被固定在了这大地上，不说永久，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她是无法离开此地，如同被封印一般。这就是巨鬼王的计策，敌人太强，速度又诡异的让他心惊，来历更是让人不敢去深思。对于这样的敌人，常规的手段根本就无法取胜，必须铤而走险，所以巨鬼王才施展了灭世黑阳。如果那黑色太阳能将其撑爆灭杀最好，若做不到，那就说明凭他巨鬼王一人之力是无法将此人斩杀的，需要多人联手才可。而实际上，此地的事情早就被巨鬼王用其半神秘法传告了大天师。如此一来，他只需等大天师等人到来，在这小女孩被限制在原地，短时间无法移动的时刻，众人联手将有斩杀的可能。而这仅仅是他出手中内心所想的3策中的2策而已。还有最后一策，巨鬼王还没有将其发动。此刻巨鬼王右手蓦然抬起，刹那间鬼手从苍穹丧再次幻化，向着下方血海瞬间轰鸣。血海中小女孩的面孔此刻也狰狞起来，意识到了巨鬼王的算计后，她似有些恼羞成怒，发出尖利之音，血海翻滚，向着来临的鬼手直接吞噬。白小纯在远方看到这一切，又听到了巨鬼王的那句话，他心底总算松了口气，也明白了巨鬼王的打算。不愧是巨鬼王啊！白小纯内心振奋时，四周众人也似都看到了希望。与此同时，在这蛮荒的天地间，从4处方向有4道身影，好似融入虚无，直奔此地。其中一道身影手持巨大的战斧，一身气息彪悍到了极致，煞气滔天，穿着一身黑色的战甲，更是带着如牛角般的战盔，所过之处虚无崩溃，正是九幽王。第2道身影，此人身体如一座肉山，很是肥胖，可却丝毫不影响其灵活，正迈着大步，于虚无中每一步跨越都掀起天地风暴，似乎他在哪里，哪里的天意就要低头，任由他踩踏之下穿梭无尽。此人正是许山的父亲灵灵王。至于第3道身影，速度更快，一股滔天战意不断的爆发，无论天空还是大地，竟都掀起了无数剑影，似要崩溃世界，卷动八方，轰轰而去。在那战役的中心位置，站着一个穿着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此人身形挺拔，相貌俊朗，隐隐与公孙毅还是有些相似，正是斗圣王。而第4道身影来自葵黄城，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可身上的气息之强，却是成为4人之首，似一举一动都让蛮荒震颤，正是大天师。在大天师的身后，还有10位天宫，陈好松也在其中，一个个神色凝重阴沉，呼啸而去。半炷香前，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都收到了来自大天师的消息，那消息里所透出的含义，让所有人在听到后都心神凛然。疑似天外之魂，拥有吞噬之力，修为模糊，能吞半神。此事之大，让大天师也都震惊不已。他也没想到，那突然出现的疑似白小纯之人，居然有如此能力，所以才在收到了巨鬼王的消息后，没有半点迟疑，刹那召唤一切强者，共同杀去。说来缓慢，可实际上，就在巨鬼王与小女孩又一次出手的瞬间，他们所在的虚无突然传来轰鸣巨响。第一个到来的不是大天师，而是一身青袍、剑气滔天的斗圣王。他的出现直接就是一剑斩来虚无，形成巨大裂缝后，猛地一步走出，刚一现身，
他就看到了被固定在了地面上的那片血海形成的小女孩的面孔。孽魂，也敢在我魁皇朝嚣张！斗圣王声音冰寒无比，话语间，右手抬起时，他背后的苍穹瞬间模糊，竟化作了一把巨大无比的青色大剑，向着地面的血海蓦然斩去。一剑寒光，似要碎灭众生。四周众人只是目光看到，不管什么修为，哪怕天人，也都心惊神摇，清晰地感受到，如果换作他们面对这一剑，任何手段都于事无补，必定陨落。巨鬼王一声长啸，他面色虽苍白，之前消耗太大，可还是瞬间出手，与斗圣王配合，一起镇压而去。小女孩面色变化，仰天发出一声凄厉之音，血海轰隆隆的旋转，竟从血海内伸出两只血色大手，滔天而起，分别抓向斗圣王与巨鬼王。轰鸣之声惊天动地，那让众人骇然的一剑，竟被那血手一把抓住，整个血手崩溃，但在崩溃的一刹，居然重新恢复。白小纯心神都被震得麻木了，但还是忍不住倒吸口气。他发现自己每一次认为那小女孩已经到了极致时，对方都会让他大吃一惊，如眼下就是这样，那两只血色大手竟能同时战两大半神。他吸收了黑色太阳，所以才更强，看似中计，可同样的，或许这也是他刻意造成为的，就是让其自身吞噬更多。白小纯心思电转，抓着从昏迷中苏醒焦急的红尘女快速后退时，忽然的战场的半空中传来一声咆哮，一把巨大的黑色战斧竟从虚无内瞬间出现，向着那血海猛然斩下。这战斧之力惊人无比，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感受到了一股毁天灭地之力。他知道任何天人恐怕在这一斧下都要形神俱灭，绝无幸理。可就在战斧落下的刹那，血海内随着小女孩那让人灵魂都颤抖的尖叫，第三只血手破海而出，一拳轰向手持战斧降临的九幽王。三大半神齐战小女孩，没有结束，就在双方大战让天地色变，风云倒卷中，一声冷哼，化作了一道巨大的法印从天而降。这法印范围之大，远超血海。随着落下，血海中的小女孩的双目内首次的露出强烈的凝重之意。轰鸣间，她竟从血海内幻化出了第四、第五只血手。对抗法印的同时，在那巨响滔天中，大天师的身影在那法印后飘然走出。他一出现，天地颤动，亦超越了寻常半神的气势与波动，在他身上不断的爆发出来。其右手抬起向前一按，立刻一层层法印叠加而出，刹那间竟叠加了至少10万层。灭！大天师眯起双眼，淡淡开口，右手向下一按，顿时那10万层法印排山倒海，如同苍穹坠落，直接就轰向血海深处的所有血手。那些血手在碰触10万法印的瞬间，就不断的崩溃爆开，使得那法印降临之势势如破竹，无可抵抗。白小纯内心也都激动起来，似终于真正看到了希望。好一个巨鬼王，算计惊人，固定敌身。而斗圣王与九幽王则是出现后全力，能杀就杀，不能杀也要让敌分心，将灭绝的一击留给最强的大天师。第832集二次绝杀。白小纯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半神同时出手，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各自为战。毕竟这魁皇朝格局微妙，半神之间存在了不小的矛盾，但他没想到在这面临外敌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配合居然如此巧妙。堂堂巨鬼王不惜自身损耗巨大，也要为其他人制造出胜机。而斗圣王与九幽王更是甘愿成为绿叶一般，以全部战力扰乱战局，甚至牵制小女孩的战力，不惜将伤害引到自身。哪怕大天师权势已是一手遮天，可也依旧毫不迟疑的将这最强之人的最强一击当作最有把握的绝杀手段。这番出手看似电光石火，可其内所表达出的半神之间的配合，却是清清楚楚地反映了半神之间的格局，既相互竞争，更一致对外。白小纯内心触动极大，神情为之一凛的时候，天地传来撼动蛮荒的巨响。在这巨响下，小女孩发出凄厉之音，她的所有血手此刻都崩溃爆开，那法印最终直接就落在了血海上。大地颤抖，可却没有波及太远，在大天师那完美的操控下，只在血海范围内爆发。虽如此，可掀起的冲击却破坏极大，扩散四周，使得方圆万丈所有草木都全部碎灭。白小纯也都被这冲击推动，连带四周其他人后退更远。他内心焦急，赶紧看去，想要确定一下那诡异的小女孩是否真的被灭杀。可就在白小纯看去的刹那，大天师的10万法印下，那血海此刻骤然崩溃。但就在其崩溃的瞬间，居然有一股让白小纯这里情绪起伏、心悸到了极致的恐怖气息，直接就从那血海内如巨浪般滔天而起，向着四周轰隆隆的爆发。大天师的面色一变，巨鬼王、斗圣王、九幽王，还有四周那10位天宫，都是接连的神色大变，没有半点迟疑，这些人就要后退。可还没等他们退后，那仿佛集合了众生的声音
从四方虚无内带着阴森诡异悠悠的传出。可惜你们还是差了一点。随着声音的出现，血海的爆发眨眼就轰然散开。远远一看，那血海在这溃散爆发中，好似成为了一个不断膨胀的血球，覆盖了所有人后，轰鸣之声直接爆开，让蛮荒大地几乎要崩溃。白小纯哪怕距离很远，也都喷出一口鲜血，其他人更是如此。而随着血球的爆开，巨鬼王鲜血狂喷，他本就之前消耗太多，已很虚弱，此刻在这轰击下倒退数百丈，鲜血再次喷出。而斗圣王、九幽王也都是嘴角溢出鲜血，各自退后。唯独大天师，他虽没有那么狼狈，可面色也苍白很多。显然那血球自爆之力，就算是他承受起来也都艰难。与此同时，那爆开的血球此刻猛地收缩，竟再次化作了一片血海，比之前小了一半的同时，这血海的粘稠更是超出之前1倍以上。小女孩的面孔在这血海浮现，传出诡异的笑声。好可惜，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你们，顺利的让我融合了不少，你们还有一次机会。如果不能抓住，那么我就没破绽了。白小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他觉得眼前所看的一切太过匪夷所思了，一时间连呼吸都困难起来。4位半神，大天师也在其中，竟杀不了他。就在白小纯这里心神战栗的刹那，重伤的巨鬼王眼中露出一抹金芒，他竟右手猛地抬起，向着小女孩蓦然一指。甚至他根本就没去开口说些什么，可斗圣王与九幽王，甚至大天师都毫不迟疑的，竟各自爆发全部修为，半神波动充斥天穹，再次冲向血海。甚至这一次，地位尊高的大天师竟好似忘了自己的地位，虽全力出手，可却并非是施展绝杀之人，而是以配合为主。几乎在他们3人临近的刹那，随着巨鬼王那一指，小女孩的面孔所在的血海顿时出现了10只血色大手，正要冲天而起。可突然的，小女孩面色突变，在她感受自己于这一刹那突然脑袋不清晰了，如同成为了浆糊，很难去集中精神思考。这一切让她费力的吸了口气，猛地看向巨鬼王。你，在她看向巨鬼王的瞬间，这小女孩的目中竟有迷茫一闪而过，甚至整个人看起来好似思维缓慢下来，就连那升起的血手，无论是速度还是反应，都变慢下来。这正是巨鬼王施展黑色太阳的计策里第3策。黑色太阳中蕴含了巨鬼王的修为，这片修为之力虽被小女孩吞噬，可只要没被其消化，那么巨鬼王都可以用特殊的手段去操控，这与他的功法有关。实际上，这功法是第1代巨鬼王专门为了操控巨鬼诀而创造出的一门神通。此神通白小纯陌生，可他身边虚弱的红尘女却是猛地睁大了眼。这神通正是之前巨鬼王给他的那能加快突破的法门。而此刻随着展开，当年红尘女身上的一幕在这小女孩身上再次上演，且有巨鬼王操控，更为剧烈，也不再是一根筋，而是完全的无法集中一切思绪。白小纯也都睁大了眼，隐隐看出了端倪，被巨鬼王的手段也都撼动了心神。就在这时，随着小女孩思绪混乱，随着血手缓慢，斗圣王、九幽王、大天师修为全部爆发，齐齐轰击时，10大天宫也都各自展开杀手锏，瞬间杀去。可他们都不是绝杀之人，真正的绝杀之人是在这些人的神通术法全部降临，使得所有血手都崩溃，血海也都翻涌中，从血海所在的地底突然爆发，冲天而起的一个巨大的肉球。这肉球内竟也有半神之力，狂暴无比的扩散开来，随着冲出地面，大地坍塌。而那血海首当其冲，上有大天师3人，下有这肉球冲撞，无处可躲，无法阻挡。刹那间，血海就被这肉球直接撞击得支离破碎。轰轰之声滔天回荡时，血海崩溃，肉球在半空一晃，化作了一个大胖子，正是灵灵王。白小纯双目猛地收缩，他再次被这几个半神的相互配合与战术震撼不已。这一次应该是死了吧？白小纯紧张地看去，而大天师等人显然也总结了之前的教训，没有任由那崩溃的血海散去，而是各自出手，将所有爆开的血海全部灭成飞灰。可就在几乎全部已溃散的血海差不多都被大天师3人消灭的时候，突然的，在这残留的血海中，竟有一团紫色的鲜血冲天而起，其内隐隐的似仿佛有一条手臂的残影，但刹那就消失。紫血团上浮现出小女孩扭曲的五官。你们都要死！小女孩发出凄厉之音，这声音今天在传出的刹那，居然化作了无法形容的音浪，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开来，覆盖八方。这音浪更是极为特殊，如同鬼气，将这千里范围仿佛从蛮荒中分割的同时，也仿佛化作了一把把看不见的利剑，向着千里范围内的所有人齐齐冲击。威力之大，似不是这片世界的术法，竟让这千里范围的苍穹直接崩溃，成为虚无的同时，这千里范围竟成为了一片阴池，波纹扩散，扭曲一切。而这还不算什么，最惊人的是，在这音浪回荡的刹那，
居然从这四面八方有无数魂影刹那凝聚出来，一个个魂影似乎没有神智，只有本能，如同朝拜一般，直奔着阴池而去。更是在这一瞬，不仅仅是这此地整个蛮荒所有无主的魂都颤抖中冲天而起。第833集啊呀，蛮荒太大，而分散在这蛮荒中的冤魂，其具体数量有多少，无人知晓。哪怕蛮荒魂修不断消耗，也都始终数量磅礴，似无时无刻不在补充。而现在，这蛮荒中所有的没有被魂修收走的冤魂，无论在任何一处区域，全部都在这一刻抬起头，发出无声的凄厉之音，好似被召唤一般，刹那飘出。哪怕距离再远，也都似循着某种本能般，用了全力，向着传来召唤的地方飘飞而去。更是在这不断的飞出时，仿佛借助了某种奇异之力，居然开始了挪移，这就使得他们的速度暴增无数。而这吸引了整个蛮荒的魂前来朝拜的地点，正是小女孩那一团鲜血幻化出的面孔中发出的凄厉之音形成的这弥漫了千里扭曲波动的阴池，轰动蛮荒的音浪，在这千里内，其威力之大，难以想象。鬼印！巨鬼王面色大变，失声惊呼，他内心狂震，竟在这音浪中，鲜血不断的喷出，身体竟无法后退，更不能移动，只能修为运转，全力抵抗那让他心神骇然的音浪。甚至就算是他，也都在这抵抗中，身体不断的颤抖，仿佛要崩溃一般。一旁的斗圣王、九幽王还有灵灵王三人，虽比巨鬼王好上一些，可依旧身体震动，面色剧都猛变，无法动弹丝毫，只能去承受那连绵不绝、排山倒海一般弥漫四面八方的音浪，不断的轰击全身。哪怕他们是半神，可也依旧无法承受太久。他只是一个分魂，怎么可能有如此之力？他的本尊到底是什么修为？必定是远超半神。这不是我们这片世界的术法。斗圣王呼吸急促，眼中露出疯狂，全身剑气也都不断的爆发，可却被那来临的音浪压制的死死。而灵灵王的身躯此刻竟瘦了下来，他的身体越发的魁梧，样子也慢慢改变，显然也在全力对抗。他们都如此，就更不用说陈好松等人了。他们10位天宫此刻都身体颤抖，肉眼可见的枯萎下来，一个个目中露出恐惧与骇然。面对那来自四面八方的音浪之法，他们根本就无力阻挡。可那团紫色鲜血内的小女孩的面孔，其凄厉地尖叫依旧持续，越发惊人时，她的目中竟有一抹轻蔑隐隐浮现。这是传说中的太古神法，你是天外哪位太古座下？大天师咬牙开口，身体上有一层光幕散开，阻挡音浪的同时，他的脚步虽能移动，可却很是艰难，如同双脚上绑着天山一般，每一次抬起都让他气喘吁吁。可他的话语让那小女孩双目一缩，诡异的是，那凄厉地尖叫明明在其口中始终传出未有间断，可从他所在的那团鲜血内，居然还有仿佛集合了众生的声音，在此刻回荡开来。你知道的不少啊！就在这千里混沌圆球内，音浪之力无与伦比时，在这四周的苍穹中，一片片魂海从远处呼啸而来。那些魂海中冤魂无数，他们没有任何迟疑，在临近后，目中带着难言的狂热，就一头钻入千里圆球内，直奔小女孩而去，居然一一融入其体内，使得小女孩那里似更为强悍起来。这一幕让这千里外的巨鬼城众人一个个都心神颤抖，面色苍白，脑海有天雷滚滚。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整个蛮荒的最强巅峰5大半神，在今天齐聚一同出手，居然还灭不了这诡异的小女孩。甚至看现在这个情况，他们似乎自身也都有危机。父王！红尘女身体颤抖着，目中露出焦急，想要从白小纯身边冲过去，但被白小纯一把抓住。你放开我！红尘女此刻虚弱，挣扎也都没有太多力气，可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在那千里阴池内陷入死亡境地。尤其是巨鬼王之前伤势就很重，消耗又最大，此刻身体抖若筛糠，似乎坚持不了太久。你冷静一下，就你现在的样子，进去只是送死。白小纯红着眼，低喝一声：“白浩，我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救也就罢了，还要阻止我？你红尘女眼泪都在眼圈里，虚弱下来的她，好似不再是那高高在上的天人，她的心神似乎也都憔悴。此刻怒视白小纯，继续挣扎。你闭嘴！”白小纯大声吼道，赤红一片的眼眸中掩饰不住他的心焦，他也着急。这里面别人不说，仅仅是巨鬼王，白小纯就没办法不理。他死死地盯着千里阴池，脑海急速转动，可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眼看巨鬼王颤抖中再次喷出鲜血，身体似摇摇欲坠，红尘女整个人挣扎更为剧烈，泪水顺着眼圈流下。父王！千里阴池内，巨鬼王似有所察觉，睁开疲惫的双眼，看向白小纯与红尘女，他脸上露出笑容，张开嘴似想要说些什么，可这四周音浪惊人，他只能全力抵抗，无法开口。红尘女似要发狂，可就在这时，他身边的白小纯仰天大吼一声，
一把将红尘女拽到了旁边，整个人喘息呼哧呼哧的，带着怒吼，猛地冲向那千里阴池。他不能不救，巨鬼王对他的好，他必须要报答。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在自己面前不断的走向虚弱，走向死亡。且他也看出了，那小女孩如今似乎也动不了。拼了拼了！白小纯口中传出咆哮，距离那千里阴池越来越近。巨鬼王看到后有感动，可更多的却是焦急，不惜代价的立刻急速开口：“白浩，回去！这鬼女施展天外术法，我们动不了，她也动不了。你们快走，去冥河禁地！”这一句话传出时，巨鬼王的抵抗力一缓，四周音浪轰鸣而去。他瞬间身体猛地一震，再次喷出一口鲜血，面色苍白如纸。这一幕顿时让四周众人心神一紧，尤其是红尘女更是全身颤了一下，想要开口呼喊，却泪流满面，唯有哽咽。可就在这时，白小纯如没有听到巨鬼王的声音，刹那就到了千里阴池的旁边。他也顾不得暴露了，一拍额头，顿时龟纹锅就刹那飞出，被白小纯举起，直接笼罩在了身上，硬着头皮直接冲了进去。刚一进去，白小纯就立刻趴下，整个身体都收缩中，被笼罩在了龟纹锅下。这个方法是他当年在逆河宗时，中游宗门争夺星空道极宗的传承山外用过一次，这也是眼下白小纯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几乎在他进去这千里阴池的刹那，他无可避免地遭到了音浪冲击，全身抖得震颤，鲜血喷出。可转眼间，随着龟纹锅的落下，外界的一切声音竟在这一刻被彻底隔绝，没声了。白小纯一愣之下，满嘴鲜血的脸上露出狂喜，他有些不敢相信，小心翼翼地在这龟纹锅下向前移动。这一幕顶口锅爬行的奇怪景象，让巨鬼王等人也都看得一愣。至于外面的众人，则更是一个个眼睛都瞪直了，甚至都忘记了呼吸。红尘女咬着双唇，紧张无比。而此刻的白小纯觉得自己如今救人，怎么的也要表现得勇猛一些，同时也为了不让人怀疑，于是爬行中时而快速抬起龟纹锅查看方向时，传出几声凄惨的叫声，使得所有人听到后都更为紧张担心。哎呀，该死的呀！我白浩为了岳父拼了啊！岳父大人啊，小婿拼了这条小命也要来救你啊！就这样，这原本很悲壮肃然的战场，随着白小纯声音的陆续传出，画风突变，随着他如同一个乌龟般慢慢的爬行中，逐渐的接近了巨鬼王，使得不管是千里内还是千里外的众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心神震动强烈无比。甚至就连那团紫血内的小女孩也都愣了一下，呆呆的看着那距离巨鬼王越来越近的龟壳，耳边听到的则是哪怕音浪轰鸣也都遮盖不住的，从那龟壳内传出的让人目瞪口呆的极为夸张的惨叫声。子墨放心，我就算是死，也要救下咱爹！哎呀，第834集明皇降临，所有人都呆住了，不管是巨鬼王，还是斗圣王，又或者是九幽王，此刻虽全力抵抗音浪轰击，但都神色古怪。要知道，如今的这场战斗很是危险，甚至可以说是生死难料。几乎任何人都心中压抑，那小女孩的诡异让众人好似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甚至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的后果会有多严重。可在这严肃甚至惨烈的斗法中，白小纯的出现，那夸张的惨叫，还有顶着乌龟壳的爬行，让所有看到之人都有些傻眼。巨鬼王瞠目结舌的同时，灵灵王也愣在那儿，更不用说大天师了。就这样，在众人的呆滞目光下，他们亲眼看到白小纯一边惨叫，一边快速背着龟壳前进，很快的就到了巨鬼王的身边。白巨鬼王张开口，似想要说些什么，可还没等话语传出，就立刻被白小纯一把抓住一条腿，转身毫不迟疑的就直奔外面。巨鬼王本就虚弱，此刻被白小纯这么一拽，迟疑中没有抵抗，任由白小纯拖着自己，在众人的注目下，像一尊雕像般被一路拖走。哎呀，岳父，我就算是死，也要救你出去！啊呀！白小纯一边惨叫，一边赶紧爬走。身后的巨鬼王此刻脑袋一片空白。这也可以，不管是阴池内外，几乎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都忍不住吸了口气，心底喃喃。尤其是那小女孩的血色面孔，更是罕见的呆了呆，似就算是他，也都没想到白小纯那里居然能以这种方式进来，且还拖走了一个。若只是拖走一个也就罢了，在白小纯这快速爬行下，眼看就拖着巨鬼王要走出这片阴池。可就在这时，灵灵王着急了，他猛地一吸气，身体一下子又缩减了一些，使得抵抗力大增，赶紧开口：“白浩，你也来把本王拖出去吧。”他话语一出，众人目光再次呆滞下来，嘴巴都呆呆的张着。整个战场那惨烈的气息，此刻不说荡然无存，可也正急速的消散。白小纯压根儿就没理会灵灵王，快速前行时，眼看到了阴池边缘，用力一甩，就将巨鬼王从这阴池内扔了出去。红尘女一阵激动，满是感动，猛地冲出，一把扶住虚弱中似还没有从之前的目瞪口呆里恢复过来的巨鬼王。白小纯眼看巨鬼王安全了，这才松了口气，
正要跟着离开阴池。白浩啊，那个你还记得珊珊吗？她还在零陵城等你啊。零陵王着急了，赶紧开口。他话语一出，四周众人神色瞬间变得怪异。白小纯有些苦恼，想起了许山，于是从龟纹锅底下瞪了零陵王一眼，又琢磨自己方才这一路不见小女孩阻挡，看来对方的确是动不了。于是，一咬牙，白小纯顶着乌龟壳又钻了进去。一路啊呀的惨叫声，在无数人的瞩目下，他到了零陵王的身边，如抓着巨鬼王一样，一把抓走，在那音浪滔天中将零陵王也拽了出去。途中，抱怨的话也从白小纯那惨叫的口中时而传出：“我说零陵王啊，你也太胖了，你能不能瘦一点啊？我都拖不动你啊！”零陵王难掩尴尬，赶紧吸气，身体一次又一次的收缩起来，最终化作了正常大小，被白小纯扔出阴池。此刻，那10个天宫也着急了，可他们修为不够，无法开口，只能眼巴巴的可怜兮兮的看着白小纯，目中俱都露出哀求之意。白小纯看到后，心底一软，罢了罢了，虽然你们都恨我，可我还是很大度的，毕竟一个羊也是赶，2个羊也是放马。想到这里，白小纯长叹一声，觉得自己的使命太重了，于是又惨叫着爬进去爬出来，反反复复。很快的，他把目光古怪上能勉强移动的大天师，还有心高气傲却目光闪烁强撑着的斗圣王，以及陈好松等天人都一一拽了出来。外面的众人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一个又一个的拽人，很快的，千里范围内就只剩下了九幽王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那里。他心底都已经开始骂人了。他站在这里等了半天，可发现白小纯居然没理会自己，而是把自己身边所有人都救走。尽管他知道白小纯与自己的子嗣周红有些过节，可觉得也不至于这样啊，这也太明显了。你最起码留下几个陪着我啊！至于小女孩，此刻也都气得快疯了，她的面孔有些扭曲，她觉得自己要抓狂了。这术法对白小纯没用也就罢了，可对方居然当着自己的面一次又一次的把人救走。更让他这里歇斯底里的是，被救走的大天师等人在外出后立刻就盘膝坐下，急速的恢复伤势。半神手段之下，他们的伤势明显好转，甚至巨鬼王如今也都不再那么虚弱，而是用秘法将伤势直接恢复了一半。若是再耽搁下去，怕是没过多久，这几个半神都将再次达到巅峰战力。白小纯，小女孩发出一声尖叫，这声音传遍四方，让所有人都一时间怔住了。白小纯也身体僵了一下，心底发愁。可还没等众人琢磨下去，大天师、斗圣王、零陵王还有巨鬼王这4大半神就猛地从盘膝中睁开眼，4人同时一步走出，在这天空上各自展开神通，向着千里阴池猛烈轰击。与此同时，被困在阴池内的九幽王也一样咆哮，全身的抵抗力在这一刻直接达到了巅峰，与外面的4大半神几乎同时出手，齐齐发难。轰击之声顿时惊天超越，音浪尖鸣，那千里阴池不断的崩溃。只是坚持了不到10个呼吸，就轰然瓦解，4分5裂。九幽王狂喷数口鲜血，身体也都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受到了重创，身体蓦然后退。大天师等人也都在这千里阴池的崩溃后被冲击的倒退开来，一个个正要继续施展神通，可就在这千里阴池崩溃的刹那，小女孩尖叫之下，那团紫色的血竟瞬间蠕动，化作了小女孩的身躯。她双手抬起，向着天空猛地一挥，这一挥之下，立刻苍穹扭曲，八方轰鸣。原本就从整个蛮荒飞来的魂数量突然暴增，仿佛来临的速度也都加快了不少。眨眼间，凝聚在这里的魂就超过了数10亿之多，呼啸间直奔小女孩。放眼看去，天地昏暗，无数冤魂发出嘶吼，越来越多，很快的就似乎超过了100亿，密密麻麻，根本就看不清晰。环绕小女孩的四周形成了一道魂的风暴，这风暴中更是由无数魂凝聚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堪比苍穹，是那小女孩。此刻他目中露出阴冷，更有弥天的怨气，让大地颤抖。今天你们谁也逃不了！无数冤魂集合在一起的诡异声音从小女孩口中传出时，她猛地张开口，顿时就有一道道黑色风暴从其口中突然散出。这一道道风暴蕴含了惊天之力，在这不断的扩散下，每一道风暴都不断的膨胀，哪怕是大天师等人也都面色变化。白小纯更是心惊吸气，急速后退时，眼看那些风暴似乎要齐齐爆开，而一旦爆开，凭着风暴本身的威力，将在这4周8方形成灭绝。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一声带着沧桑的叹息从这天地虚无中倏然传出。于那一道道风暴的旋转轰鸣中，虚无内此刻走出了一个穿着黑袍的身影，看不清面孔，可任何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能从心底浮现出无尽岁月之感，似乎他们目中的这黑袍人是从不知多少岁月之前穿梭时空，一步步走来。守灵老爷爷！白小纯一愣，明皇、大天师以及几位半神也都神色蓦然变化，露出恭敬。强如大天师也都在此刻深吸口气，神情肃然。他们对守灵人的称呼
让白小纯双眼猛地睁大，呆愣住了。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瞬间发生。随着守灵人出现，那些风暴仿佛与他不是在一个空间里，任凭如何暴虐，竟无法对这黑袍人伤及丝毫。他的身影在那一步步下，竟直接出现在了小女孩那巨大的面孔前，抬起枯萎的右手，向着小女孩的面孔轻轻一按。第835集因果，在守灵人右手按下的刹那，似没有半点风浪掀起，仿佛没有丝毫的烟火气。可整个天地都在这一刹那彻底平静下来，苍穹不再翻滚，大地不再碎裂，而守灵人四周的一道道风暴也在这一瞬刹那平静下来。风暴消散，里面的魂一个个也都不再怨气滔天，而是向着守灵人匍匐下来。眨眼间，整个天地间那数不清的魂纷纷跪拜。这一幕画面震撼所有看到之人，而那小女孩，她的面孔也在这一瞬肉眼可见的分崩离析，随着瓦解，无数的魂从其面孔所在的风暴内飘散，一样匍匐在地，直至最终苍穹上赫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冥河。这冥河浪花滔滔，席卷世界时，此地无数的魂纷纷升空，如同繁星归位，全部涌向冥河。与此同时，小女孩的面孔随着溃散，其所在风暴随之消失，那团紫色的鲜血渐渐显露在了天空上，血团里再次凸显出小女孩的面孔，她的目中露出奇异之芒，向着守灵人再次发出如方才让五大半神神魂不稳大天师口中曾说出的太古神法。明皇，你终于出来了！我就知道，那白小纯身上有你落子的痕迹，跟着他就可以找到你。音浪刹那今天不是如之前般扩散千里，而是凝聚到了一起，向着守灵人直接冲击而去。与此同时，随着小女孩话语的内容，四周所有人心神震动起来，有很多人大吃一惊。要知道，之前小女孩虽也点出过白小纯的身份，可那个时候事态危机，众人来不及多想。可眼下，随着在蛮荒中如神明一般的明皇的降临，使得众人心头松了口气。此刻再次听闻，顿时一道道目光刹那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白大师，是白小纯。四周残存的巨鬼城魂修，他们的震撼极大，此刻一个个目瞪口呆。白小纯、陈好松以及其他几位天宫神色古怪，目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九幽王、还有斗圣王以及灵灵王，他们一怔，也多看了白小纯几眼。只有大天师以及巨鬼王神色如常，似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丝毫的意外。不过红尘女那里，此刻的复杂已经无法形容了。她之前就已经心底隐隐有了答案，可却不愿去琢磨。此刻被小女孩连续2次点出，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尤其是想到自己的爹居然把自己嫁给了白小纯，她就觉得这片世界似乎有些颠覆了。面对众人的目光，白小纯内心一颤，可却没办法去阻止，只能眨了眨眼后摆出一副茫然不懂的样子，还四下看了看，似乎也在寻找哪个是白小纯，使得四周众人神色更为古怪。与此同时，白小纯也没办法去考虑其他人怎么想了，他心底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为何这小女孩阴魂不散地跟着自己，她是要从自己这里找到明皇。难怪白小纯内心震颤。而对于明皇居然就是守灵人这件事情，白小纯虽觉得震撼，可仔细一想，结合守灵人的神秘，也就成了情理之中。他所说的落子痕迹，莫非就是洛尘山脉中我被守灵老爷爷所救？就在白小纯这里装糊涂的时候，小女孩的鬼音也彻底爆发出来，威力之大，使得小女孩与守灵人之间的苍穹刹那崩溃。守灵人轻叹一声，抬起的右手向下一挥，顿时四周苍穹轰鸣，竟崩溃坍塌下来，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也在层层溃散，好似要将世界崩溃。好在之前巨鬼王施展黑色太阳时曾出现的那似乎封印世界的大网，此刻也刹那幻化出来，似乎使得这本可以崩溃世界的力量被生生的压制住。老夫已一次次避退，你又何必纠缠不休？守灵人摇头，声音带着沧桑，更有疲惫。想要让本尊不纠缠，你就打开世界之门，让我离开这里。音浪还在回荡，虚无还在崩溃，可小女孩的口中那众生凝聚之音依旧掀起。他的目中露出执着，更有一抹疯狂。他这一次与守灵人的话语没有半点虚假，实际上他不是这片世界之人，而是当年随着那把天外大剑一同落下的一缕残魂。原本浑浑噩噩，不知需要多久才能恢复神智，可在陨剑深渊内，他吃下了白小纯的丹药后，被刺激了魂体，使得神智提前恢复。在那一瞬，他想起了曾经的记忆，更是察觉到了这片世界的所在以及诡异，所以本能的就想要将那让自己恢复神智的白小纯抓在身边。可他那个时候虽魂体不灭，可战力却没有恢复太多，导致白小纯逃走。而他从陨剑深渊离开后，曾在这片世界游走，有了一番经历，知晓了此地的一切，明白想要离开，想要回家，只有让守灵人去打开世界大门才可。只是他找不到守灵人，且战力也还不够。可他想到了白小纯，在白小纯的身上，他更是感受到了
守灵人落子的痕迹。那一刻，他就明白，白小纯应该是守灵人极为看重之人，只要跟在白小纯身边，就一定能找到守灵人，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一切。甚至有时候，他还要出手去保护白小纯。只是这些随着藏宫阵法的崩溃，随着传送的展开，出现了意外，使得他失去了白小纯的踪迹。而他也找了好久，始终没有找到，这才装扮成白小纯的样子。他的目的就是要么引出白小纯，要么引出守灵人。而无论哪一点，只要他做到了，都算成功。所以之前白小纯一路逃遁，他明明有杀人之法，可却始终没有对其展开。他要逼守灵人现身，更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索性对来临的半神出手，甚至不惜召唤蛮荒众魂，撼动世界根本。而之所以在通天河的区域里，他没有这么做，正是因为蛮荒有魂，这里是他最好的恢复之地，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战场。况且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盟友。想到这里，小女孩笑了。鬼音中，她猛地张开大口，顿时在她的身后虚无扭曲间，竟有一尊巨大的厉鬼之头蓦然幻化，向着守灵人这里咆哮吞噬。这厉鬼刚一出现，就立刻展现出了堪比半神的战力，看得四周众人心神震动，尤其是大天师等半神强者，更是心惊色变。可就在这巨大的厉鬼之头呼啸而来的刹那，守灵人微微摇头，苍老弥漫了皱纹的右手看似缓慢的抬起，伸手向着那鬼头一指。顿时这四周的天地刹那间轰鸣起来，随着巨响回荡，竟在那厉鬼的四周虚无好似坍塌一般，瞬间就凹陷进去，如同一张虚无大嘴，直接就将那巨大的厉鬼猛地一口吞噬。更是在吞噬的刹那，守灵人抬起的右手微微掐诀，向着小女孩一指，口中沧桑的声音回荡天地。风，简简单单的一个字从守灵人口中说出后，仿佛是蕴含了天地的规则，如同律例。顿时这苍穹天地凭空的就出现了一股似乎可以灭绝众生的风，其内蕴含的恐怖之力直接就超越了半神，就算是小女孩也都神色大变。白小纯在感受后也睁大了眼，吸了口气。他知道守灵人强悍，可却没想到是这么的惊人。明皇白小纯内心喃喃，这风的来临，其气势的崛起，超出了众人的反应，可以说是在守灵人口中风字回荡的刹那，天地之间八方范围狂风袭地而起，滔天爆发。整个世界在这一刻似乎成为了风界，呼啸间更是以守灵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漩涡，排山倒海一般，向着小女孩轰鸣碾压而去。第836集天地道法。远远一看，那风暴漩涡占据了大半个苍穹，轰隆隆的声音传遍四方，大地都在这巨响下颤动起来，就连大天师等人一个个也都心惊肉跳。眼看着风暴漩涡不断的转动下，释放出足以撼动众人心神之力，天地都在扭曲，而那小女孩如同是在怒浪中的孤舟，似乎随时都可以被淹没。这一幕立刻就让众人心中升起期待。可就在这时，忽然的，那小女孩猛地抬头，目中出现了血色。她在那风暴中竟猛地张开大口，发出凄鸣之音的同时，她的大口竟无限的膨胀起来。眨眼的功夫，几乎看不到了小女孩的身体，能看到的就只有一张无比夸张的大口。在张开口的刹那，随着小女孩的吸气，顿时一股似乎比这漩涡更惊人的吸力，猛然间就从这小女孩的口中爆发出来。轰轰砰砰，巨响震天，漩涡风暴的吸力与小女孩的口中传出的吸力，在这一瞬相互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超越天雷的声音。更是在这声响下，守灵人的风暴漩涡竟慢慢的转动缓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倾斜，似要被那小女孩吞噬。这一幕立刻就让众人心神跟着揪了起来。白小纯也是吸了口气，这种超越了半神的斗法，是他至今为止看到的最惊人的一战。那小女孩的近乎不死，还有守灵人的无穷之法，无不让白小纯心神震荡。一想到这么恐怖的小女孩在通天河区域时一直都跟着自己，白小纯就觉得后怕心悸，心底更有庆幸。好在我之前没太得罪她，不然的话，这小女孩要弄死我，冲着我吸一下就够了。白小纯内心哆嗦中，天地再起轰鸣，那风暴漩涡竟一下子就崩溃开来，无穷之风在这一刹直奔小女孩张开的大口而去，转眼间竟被她全部吞下。众人立刻色变。与此同时，守灵人那里再次轻叹一声，似没有什么意外，抬起的右手转动，又是一指，口中沧桑之声回荡四周。雨，一个字，一句话，在出口的瞬间，苍穹中直接就出现了无数的乌云，这乌云刹那就覆盖了整个苍穹，其范围之广，扩散大半个蛮荒。这乌云内没有雷电，只有雨。豆大的玉珠在下一瞬就倾盆一般骤然洒落，好似有一个巨人在苍穹上向下倒下了一大桶水般。刹那的功夫，整个世界就在那哗哗声下暴雨降临。这不是普通的雨水，这是法雨，任何一滴雨都蕴含了惊人之力，如同一次神通术法。
而如今这天地内的雨水之多，根本就数不清晰。白小纯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尤其是在感受到了这雨水内的无穷之力后，他内心的震动又一次爆发。太太厉害了！不但是白小纯震动，就连大天师等人也都被守灵人这雨之力震撼。此力之强，超越了之前的风力太多太多。小女孩也是面色瞬间大变，心神震颤。她在这雨水里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死危机，身影急速后退。可任凭她的速度再快，这漫天之雨都让她无处可躲。一滴滴雨水，没有任何一滴落地，都是在降下后直接转弯，以极快的速度直奔小女孩而去。小女孩双手急速掐诀，顿时形成一道防护法幕，要去阻挡。刹那间，声响再次震天而起，如同鼓声一般，那是一滴滴雨水撞击防护造成。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因为雨水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这四面八方的雨水凝聚在一起，形成了雨幕，轰击而去。